一直以来，伊丽莎白·霍姆斯都向投资者声称 Theranos 和军方有盈利的业务往来，而其董事会拥有的数名前美国军方高层似乎是这一声明的最好佐证。但事实上，从始至终，这所谓的业务往来根本就没有成功过。粉碎这一切的是一位正直且勇敢的中校。你叫大卫·舒梅克，是一名美国在役中校。不同于一般军官，你拥有微生物博士学位，还曾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交流学习过1年。你是军队内 FDA 法规方面的专家。几天前，你接到来自上峰的指示，要求你去和一家名为 Theranos 的公司进行接洽。这家公司研发了一种可以快速检测各类血液指标的便携式仪器，军方希望可以将其尽快投入到阿富汗战场上去。现在你正坐在 Theranos 的会议室里，听着对面这位年轻自信的女士侃侃而谈，但越听你的眉头皱得越紧。15分钟后，你不得不打断她。霍姆斯女士，抱歉打断一下，所以贵公司的验血机还没有 FDA 过审是吗？然后你就听到了让你觉得简直匪夷所思的回答。她说，验血机本身只是一个远程样品收集器，等同于一台传真机。既然是一台传真机，那自然不需要 FDA 的审核。收集到的数据传回 Theranos 的总部进行解析，这是 Theranos 的实验室自主研发的验血技术，也是不需要 FDA 审核的，只要有实验室运营执照即可。他的语气就好像 FDA 的审核只是个可笑的形式主义。你知道事实当然不是这样。FDA 的审核是严格且必须的，因为这背后关乎着一条条活生生的人命。不管霍姆斯说的如何天花乱坠，你始终坚持 Theranos 的验血机必须和市场上其他验血机一样，通过 FDA 的审核，军方才会考虑使用它。从帕罗尔托回来后， Theranos 强行绕过 FDA 审核的那一套歪门邪说一直让你耿耿于怀。在征得直属上司同意后，你给 FDA 的熟人写了一份邮件，详细描述了一下你在 Theranos 的所见所闻。你本意只是想咨询一下意见，但你不知道，在莎莉·霍伊瓦收到你的邮件后，她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下来。她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其实 FDA 一直以来都知道其审核程序里有个没补上的漏洞，那就是实验室自主研发的检测方法可以跳过 FDA 的审核。LDT 的存在本意是为了加快实验室的研发速度，毕竟 FDA 的审核流程一般都是又臭又长。而这个漏洞一直没被补上，主要是因为自主研发的方法要么很简单，要么就是应用面很窄，只是一些小打小闹，到目前为止也没出过什么大乱子。但 FDA 里有一部分人对这个漏洞感到忧心忡忡，莎莉就是其中一员。她把你的邮件进一步转发给了更多的 FDA 同事，你的邮件被转来转去，最后甚至扩大到了 FDA 之外的机构。事态进一步发酵，最后 FDA 决定对 Theranos 公司进行突击检查。 2 months later， 在2012年8月， Theranos 公司迎来了一位来自 FDA 的调查员。伊丽莎白脸色不悦地接待了这位调查员，带他去看了实验室，并回答了相关问题。这位调查员仔仔细细瞅了半天，也没发现如你邮件上说的那些现象，一无所获地离开了。他当然检查不出任何问题，因为你的上司怕担责任，早把你的邮件也转了一份给伊丽莎白，所以 Theranos 对这次检查是早有准备的。虽然没什么实质伤害，但侮辱性极强。伊丽莎白是那种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吗？当然不是，她的反击来得又快又狠。她给海军4星上将詹姆斯·马蒂斯写了一份看似措辞礼貌，实则满是杀机的邮件，夸大其词地狠狠告了你一顿黑状。是的，这项军方合作意向是在2011年8月由伊丽莎白和马蒂斯将军在旧金山海军陆战队纪念俱乐部谈成的。马蒂斯将军读了邮件后勃然大怒，于是你收到了一份由你上司转给你的来自4星上将的满含怒气的问责信。
当你收到信的时候，你脸色煞白，简直快晕倒了。直到这时，你才知道这项洽谈指示是谁发出的。那可是詹姆斯·马蒂斯将军，不仅是4星上将，还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。被称作疯狗的他，是军队中最有权势、最令人闻风丧胆的存在。作为下级军官，你绝对不会想站在他的对立面。你的上级安慰你：将军愿意给你一次解释的机会。下周4下午3点，在中央司令总部，你有15分钟的时间。他鼓励地拍拍你的肩，差点给你拍地上去。你强打精神，联系了此次 FDA 突击检查事件主导的高层，恳求他和你一起去。有 FDA 的高层在场，你的解释也更有分量一些。你们对此次会面进行了彩排和演练，理清了要说什么后，你心里稍微踏实了些。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，你们被带到了位于坦帕的麦克迪尔空军基地，走进了马蒂斯将军的办公室。你立刻感觉到了一股迫人的威压扑面而来，让你有些腿软。马蒂斯将军开门见山：舒梅克中校，这件事我已经努力部署1年了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你们将之前演练过的话一五一十地解释给将军听，即使他气势迫人，你依旧一步不让地坚持。没有 FDA 过审的设备，绝不可以用在我们的士兵身上。你的这句话彻底打动了马蒂斯将军，他是出了名的护崽，但他也没有完全放弃。毕竟伊丽莎白口中那个能够拯救无数士兵性命的跨世代验血技术，还是让他很向往的。于是你们提议说，可以进行有限客观实验，就是用去身份标识的士兵剩余血样做 Theranos 验血机和传统验血方法之间的对比实验。这是最快的能通过 FDA 审核的方法了。马蒂斯将军同意了。15 minutes later， 15分钟后，你和你的 FDA 伙伴全虚全伪的从将军办公室里走了出来。你们对视一眼，同时大大的松了一口气。不管怎么说，马蒂斯将军看似粗鲁，其实还是相当通情达理的。你开始着手安排那个有限客观实验，但 Theranos 那边却反应淡淡，一直到2013年3月，马蒂斯将军退休，这个实验也没开始。你当然不会知道 Theranos 的验血机根本就是个半成品，哪里敢进行这项对比实验。不过就算知道了，你也不关心啦，因为你也即将退休。在2013年7月，你的退休仪式上，你的同事们给你发了一份幸存证书，以赞美你在面对马蒂斯将军时也坚持原则一步步推的勇气。你哈哈大笑，去他的 Theranos， 接下来你要去拥抱阳光和大海了。